乌俄战损比已经达到1:27，俄军流失兵力速度超过招募速度。为了维持部队规模，俄指挥官伪造签名，将征兵士兵送入前线。战线之外，乌军远程打击克里米亚，克什大桥接连封锁。俄罗斯内部，警察上演提桶跑路的戏码，关键单位空缺率高达40%。现在的俄罗斯到底面临着怎样的人力黑洞？在内忧外患之下，俄罗斯还会有什么奇葩操作？现在的俄军把二战时期苏联的套牢底子战术给发挥到了极致，拿人命去填战线。1:27的战损比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每阵亡1名士兵，就要顺手带走27名俄军士兵。火力军打游戏开挂都不敢这么打。在以前的战役中，哪怕俄军再怎么采用人海战术，平均的交换比也就是1:6或者1:7，这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够难看的了。结果最近在某些特定战线，这个比例直接飙升到了1:20，甚至1:25。最致命的是，他们的回血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掉血速度了。按照希尔斯基的说法，尽管俄罗斯在整个2025年疯狂爆兵，成功动员和征召了40.6万人，听起来挺多的，但问题是他们同期的伤亡总人数达到了41.8千，辛辛苦苦招了1年，结果年底一算账，还倒贴了12000人。所以希尔斯基非常自信地表示，战争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。在双方真正坐下来谈判之前，乌克兰的战场上的核心任务就是用绝对的火力阻止俄军深入，并尽可能的收复领土。如果乌克兰能达到之前定下的 KPI， 把俄罗斯军队每月的损失数字推高到5万到6万人，就算普京现在立刻拍桌子宣布全国全面动员，也根本挽救不了局势。这不是随便说的，自乌俄战争以来，俄军的损失逐年激增。2024年和2025年每年的损失都超过了40万人，到了2026年，开年仅仅47天，损失就已经突破了5万人。假设俄罗斯每个月能征召3万到4万兵力，但前线每个月要稳定消耗5万到6万兵力，这中间每个月就有至少2万人的巨大窟窿，俄罗斯根本没法补。事实上，俄罗斯军队的总人数已经连续6个月没动静了，卡在71.1万人这个数字上。这是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，俄军总人数第一次停止增长，所谓的人力优势已经被磨平了。前线缺人缺疯了，俄军指挥官也不管了，不择手段的拉壮丁。既然士兵不想签字上战场，那我帮你签。根据一名潜伏在俄罗斯第810独立卫队海军步兵旅的阿泰什特工爆料，现在的俄军内部非法将普通的义务兵直接强行转成合同兵，然后一脚踹到最前线去当炮灰。这种事儿还不是个例，整个旅乃至克里米亚的其他俄军部队都在玩这套把戏。这套流程的运作很简单，一开始指挥官会把你叫到办公室，和颜悦色的给你画大饼，说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立马就能拿到丰厚的经济奖励，不仅有钱拿，还有各种社会福利，甚至承诺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后勤岗位。只是签字之后，一切都身不由己了。如果这个义务兵脑子清醒，知道前线是什么情况，死活不肯签，没关系，指挥官马上换一副嘴脸，开始疯狂威胁，说如果不签，我们就随便找个理由把你扔进惩罚营，或者直接把你编进最前线的突击步兵排，让你每天在枪林弹雨里度过。如果这招心理战还是吓不住人，那俄军指挥官就要使出杀招了，你不签，我直接帮你签。没错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伪造签名，连装都不装了。特工爆料说，这种伪造签名的破事儿，甚至是由高级别的士官直接下场干的。他亲眼看到一个高级中士坐在办公桌前，大笔一挥，同时给3个根本不知情的义务兵签了名。这些倒名的义务兵直接被强行塞进运兵车，接到命令要被派往一线战区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被自愿签了卖身契，比黑煤窑还要黑。根据阿泰什的情报，在过去这2个月里，仅仅是这个特工所在的单位里，就有超过15个倒霉蛋，在这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行打包送走。火力军估计，下一步就是普京直接下令总动员。前线的仗打得稀烂，俄罗斯后方的日子也别想好过。克赤大桥频繁遇袭，连续3次关闭，莫斯科同步遭受了猛烈空袭。在乌俄战争4周年之际，克里米亚迎来了漫长的一夜。乌军对多处俄军高价值目标发起了一波猛烈的饱和式打击，首要目标就是俄军第15海岸导弹旅驻地，不仅派出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，还混搭了巡航导弹。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降诚意，俄军慌了。从现场流出的视频来看，俄军的铠甲防空系统被迫紧急开机，在夜空中疯狂开火，双方在克里米亚上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防空交火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并没有。紧接着，克里米亚的3大军用机场萨基机场、卡夏机场和比尔别克机场也同步遭受了乌军的猛烈空袭。更要命的是，无人机群还顺着克赤海峡一路狂奔。根据开源情报报道，1天内克里米亚大桥就因为空袭警报被迫前后封锁了3次，午夜前后封了1次，凌晨1点封了1次，到了早上6点47分又封了1次。
这种间断性的封锁一直折腾到上午11点多才结束。除了克赤大桥，莫斯科市中心也迎来爆炸。同一天，莫斯科市中心的北部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附近突然传出巨响，有不明身份的袭击者直接带着炸弹袭击了一辆正在执勤的警车。外界一致认为这就是乌克兰特工干的。这还不算完，就在莫斯科爆炸的前一天，乌军的无人机群还在莫斯科各地逛街，机场拉响防空警报，被迫紧急关闭。面对前线的无底洞以及后方千疮百孔的治安，俄罗斯也无法处理，其内务部也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力大危机。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·科洛科尔采夫在向国家杜马安全与反腐委员会做报告的时候，扔出了一个炸裂的数据：在2025年，俄罗斯一共有8万名警察选择辞职不干了，这个数字比去年猛增了7%。科洛科尔采夫在会上那是疯狂诉苦，说现在内部事务机构的人员配备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，以前还能靠压榨现有警力来提高效率，现在对不起，储备警力已经彻底耗尽了，巡逻服务的空缺率高达40%，也就是近一半的巡逻车开不出去。刑事调查部门的空缺率是30%，初步调查单位空缺27%，甚至连管社区的片警都有超过1/4的职位没人干。这还不是某个城市的个别现象，而是俄罗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性崩溃。原因很现实，钱少事儿多，还要随时提防被拉去前线当炮灰。咱们就拿首都莫斯科来说，一个刚入职的新警察，每个月辛辛苦苦拿到的工资绝对不会超过86000卢布。在莫斯科，这个数字仅是该市平均工资的一半，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，而且上面承诺的住房援助纯粹就是一张空头支票。你想要分房子，可以啊，排队等吧，一等就是几十年，等你退休了都不一定能住进去。总的来说，俄罗斯现在正面临一场全方位的系统性危机。火力军估计，普京看着这份报告，血压飙升的连伏特加都压不住，前线的天线宝宝不够，后方的维稳保安也跑路，俄罗斯这辆破车还能在泥潭里硬撑多久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普京会不会宣布总动员？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